上期講到公元189年，劉備輾轉來到洛陽投奔老師盧植，結識了少年曹操。這期就來講講曹操早年的經歷。先說我的看法，曹操早期是一位胸懷報國、立意復興漢室的有志青年。那麼他的心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轉變的呢？曹操的家鄉在沛國谯縣，在東漢末期屬於豫州治所。這裡也同樣是漢朝開國功臣曹參和夏侯嬰的老家。為什麼開篇先提到這兩個人呢？因為他們與曹操後來的崛起具有重大關係。圍繞着曹操的身世，一共出現過3個叫曹節的人。第一個是大宦官曹節，死後被漢靈帝追任車騎將軍，他和曹操沒有任何關係，只因與曹操的曾祖同名，所以經常被混淆。第二個是曹操的女兒曹節，建安18年被選入後宮，後來當了漢獻帝的皇後。我們要重點說的是第3個曹節，他是養豬的農戶，本名曹蒙，家境貧窮，又生了4個兒子。請注意，這4個兒子後面會講。曹蒙把最小的兒子曹騰送去宮中當了宦官。曹騰晚年時收曹嵩為養子，曹嵩又生下曹操。曹蒙送兒子去首都洛陽，應該是獲取了什麼信息。回鄉後就改名曹節，並自稱是漢朝開國功臣曹參的後人。曹參死於公元前190年，到此時已過了300多年。這個農夫曹節的身份雖然有疑點，但大家卻表示相信，理由也很奇葩。曹節家裡的豬被同鄉的人訛走了，也不敢去要，所以這樣的老實人應該不會撒謊。其實曹節不但會撒謊，而且還不是一般的撒謊高手。後世的 DNA 研究證實，曹操與曹參不存在血緣關係，也就是說，這個祖宗一定是他冒認的。他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和夏侯嬰的後人攀上關係，因為夏侯家族在當地勢力龐大，自家人肯定清楚內幕。曹操做大之後，一直試圖把曾祖的姓名恢復為曹蒙，並給女兒起名為曹節，也側面驗證了他對這段歷史的態度。否則曹操再叛逆，也不大可能給後代取一個和曾祖同樣的名字。我們再說曹操的祖父曹騰和父親曹嵩，《三國演義》對後世影響很大。很多人認為曹嵩原姓夏侯，其實完全是錯誤的。曹騰入宮後被選中伺候太子，一路高升，被封為廢亭侯，當了30多年實權派，也積攢下大量財富。前面說過，他有3個哥哥，晚年時無後的曹騰過繼其中一位哥哥的兒子為養子，為自己養老送終。這個孩子就是曹嵩。從血緣關係算起，宦官曹騰是曹操的伯公，算是很近的親人。此時的曹嵩已經在家鄉和夏侯家族完成了聯姻。曹操的母親是夏侯氏，所以曹操與夏侯惇、夏侯淵是表兄弟的關係。曹嵩繼承曹腾的爵位，也繼承了他的財富，隨後又通過賄賂宦官，從而得到了太尉的職位，位列於3公。後漢書中記載金額為西元前1億萬，雖然無法換算，但絕對是一筆巨款。可是第2年4月，曹嵩就離任回家了。表面看像极了占完便宜就消失的榜一大哥，其實是貪污腐敗東窗事發。漢靈帝顧及宦官集團的勢力沒有徹底清算，讓曹嵩體面辭職退休了。這番經歷給曹嵩帶來了2樣東西，一是高級官僚圈的經歷和人脈，二是巨額資產。這些為後來曹操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礎。也就是說，曹操既是官2代，也是富2代。因為有了這層身份，4世3公的袁紹才願意帶他玩。但曹操本人似乎對自己這個宦官之後的身世始終耿耿於懷，也為此和父親鬧得很僵。主要原因還是受了袁紹、袁術這些朋友的影響。曹操大約生於公元155年，比劉備大5歲左右。袁紹和他大致相仿，最多比曹操大1歲。少年時期的袁紹和曹操整天瞎胡鬧，被《三國演義》寫成天天混在一起的紈絝子弟。在這裡要替他們說一句公道話，曹操還有被後世形容成草包的袁紹和劉表，都算上那個時代年輕人裡的拔尖人物。
關於他們的故事後面會單開一集。目前我們還是把目光轉向曹操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。曹操出生不久，漢桓帝依靠宦官集團除掉了擅權的大將軍梁冀，朝政大權落入宦官集團手中。傳統士族子弟想有入仕的機会，就必須依附宦官集團。袁紹这些本來可以順利接班的官二代，因此對宦官恨之入骨。曹操和袁紹天天混在一起，耳濡目染，站隊時選擇了與宦官集團對抗，甚至發生激烈衝突。這樣一來，他自然站在了父親的對立面，因為他自己的家族也是靠宦官發跡的。曹操為什麼會支持袁紹而反對父親呢？拋開青春期叛逆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不談，袁紹對曹操真的太夠朋友了。我們短暫穿越到10幾年後看，曹操打敗仗，袁紹給他兵。曹操在濟南受排擠，袁紹給他安排到東郡，後來又幫他表兗州刺史。曹操被呂布打成狗食，誰收留了他？還是袁紹。所以後來二人反目，曹操把袁紹打得家破人亡，也着實令人唏噓不已。曹嵩被罢官後，曹操也跟着回了家鄉，畢竟是血濃於水。曹嵩雖然生這個兒子的氣，但對他的前途還是不遺餘力的。辭官回家不久，就開始着手為兒子的仕途鋪路。西平3年，也就是公元174年，曹操通過舉孝廉的方式入仕，先做郎官，隨後被任命為洛陽北部尉。白話解釋一下，就是通過家族關係混到編制，當上了相當於洛陽縣北區的公安分局局長。所以曹操的起點事實上是很高的，畢竟此時他只有19歲。順帶提一句，他當時的頂頭上司是司馬懿的父親司馬防。為什麼要說曹操舉孝廉是憑關係而不是個人能力？因為東漢時期舉孝廉有5個硬指標：不能是閹庶子弟，有10年工作經驗，禁止貪官子弟，年齡須滿40歲，學業成績優異。很明顯，曹操一項都不符合。那麼他不是走的後門又是什麼？儘管有人鋪路，年輕氣盛的曹操仍然遭受不少社會的毒打。他在洛陽動用私刑打死蹇碩的叔叔。蹇碩是誰？他是漢靈帝最寵信的宦官。曹操因此被降職，調到頓丘當縣令。不久後，宋皇後在宮鬥中失敗被殺，宋皇後的哥哥與曹家聯姻，曹操被連坐免職。曹嵩再次托關係把他送到皇帝身邊當議郎，也是沒有什麼存在感。時間來到184年，黃巾起義爆發。在這裡多聊幾句，黃巾起義被稱為敲響東漢王朝的喪鐘。以前我並不同意這種說法，因為黃巾的主力僅僅9個月就基本上被鎮壓了，殘餘力量也沒翻起什麼波浪。後來喜歡上三國並深入研究才明白，原來是自己淺薄了。這個敲喪鐘的定義確實沒錯，只不過是間接敲的黃巾起義這些農民軍，就好像是新手村外的小怪，為諸侯提供了早期崛起的軍功和資本。魏、蜀、吳這3巨頭全是通過鎮壓黃巾而發跡的，不僅提供了戰功和上升通道，投降的士兵也極大擴充了這些軍閥的硬實力。此時劉備在北邊打黃巾軍，曹操也被拜為騎都尉，跟隨大將軍皇甫嵩攻打颍川的黃巾軍。戰後被任命濟南相，不過曹操上任後仍是與當地勢力對抗，大力反腐，又打擊封建迷信，沒多久又混不下去了。袁紹幫他調到東郡當太守，沒幹幾天就辭職回家了。期間冀州王分派許攸找他合夥造反，曹操果斷拒絕。時間來到189年，漢靈帝為了掌握軍權，組建了一支禁衛軍，名為西園軍，由蹇碩統領，下任8個校尉。袁紹任2把手中軍校尉，順便把曹操也拉了進來，擔任典軍校尉。這一年，33歲的曹操結識了來洛陽投奔老師盧植的劉備。漢靈帝在不久後駕崩，掌握西園軍的宦官集團和統領全國兵馬的大將軍何進開始內鬥。這段故事以後放在董卓進京的故事裡詳述。總之結果就是十常侍和何進全體陣亡，董卓把皇帝捏在了手裡。袁紹和曹操見勢不妙，趕緊撤回老家避難。
三國演義》中曹操獻刀刺殺董卓的橋段，正史中並不存在。真實的董卓並不像影視劇中那樣蠢笨，武力值和智商都可以排进三国群雄前列。曹操如果敢对他下手，恐怕三国的故事就要提前結束了。曹操回家后開始大撒幣計劃，招兵買馬，打造曹家軍。錢是不成問題的，人呢？起初主要由本地的夏侯氏族以及召集的5000兵馬構成了曹操起步的家底。第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90年，回到渤海領地的袁紹召集天下人馬討伐董卓。作為好友，曹操自然義不容辭，帶着曹家軍加入其中。董卓不敵，裹着漢獻帝逃回自己的根據地長安。曹操約联軍一起去追，卻沒人願意去。他無奈帶着曹家軍獨自追趕董卓，中了埋伏，險些喪命。一氣之下返回老家，等於是和聯軍分道揚鑣了。這段經過在《三國志》和《三國演義》中都有描述，只不過演義為了戲劇化，把斩殺華雄的孫堅換成了關羽。討伐董卓應該是曹操和袁紹在理念上發生衝突的分水嶺。曹操正是通過此事認定袁紹胸無大志，從而與之漸行漸遠。不過袁紹確實對曹操很好，自己佔領了冀州也沒忘這個兄弟，把他推舉為東郡太守。公元196年，黃巾軍殘部進犯兗州，刺史劉岱戰死。曹操趕到兗州，把黃巾軍好一頓收拾，受降了30萬士卒。袁紹再次為他表功，曹操由此得任兗州牧。可以準確地說，曹操正是從這時開始了真正崛起。曹操當時的陣營由以下2部分構成：一是在30萬降兵以及100餘萬家屬中選拔出的精銳部隊，組成了大名鼎鼎的青州兵；二是之前討伐在颍川黄巾期間，曹操打着奉天子以安天下的旗號，吸引了當地懷揣興復漢室夢想的士族，比如荀彧。身為士族領袖，荀彧又為曹操推薦了郭嘉等重要謀士。在這些謀士的提議下，曹操採取了屯田的策略，積累大量糧食及資本，從而在亂世中取得了碾壓其他諸侯的優勢。在這裡要解釋一下，曹操在兗州組成的部隊為什麼會叫青州軍呢？原因是這些攻打兗州，隨後被曹操收降的黃巾軍，原本就是從青州那邊殺過來的。還有就是史傳的曹操在陳留起兵，這與事實並不衝突，因為陳留也在兗州轄區境內。曹操壯大後的幾年中，除了不敢動袁紹，幾乎把周邊諸侯打個遍。因為陳宮的反水被呂布奪取了兗州。歷史中真實的陳宫也稱得上是一位梟雄，我會把它放在後來呂布的故事裡。在本期只需要知道，公元196年，曹操在41歲時候擊敗了呂布，奪回兗州。同年，董卓死後，西涼軍大亂，漢獻帝趁機從長安逃回洛陽。曹操採納荀彧的建議，率兵抵達洛陽，又迎獻帝回到許都，從此開始挾天子，以令諸侯。為什麼去許都而不是根據地兗州呢？因為許都地處颍川郡，不但農業基礎好，便於屯田，最重要的是具有戰略緩衝優勢。而兗州離袁紹和呂布都很近，曹操顯然是怕他們的腦回路反應過來，容易把漢獻帝搶走。曹操是什麼時候有野心的？這個問題乍一看有點原始，因為曹操在歷史中一直扮演着野心家的形象。但我們仔細看過曹操的發展軌跡，會發現他少年到仕途初期想做能臣，成名立功，經歷挫折後開始務實不務虛。也許他直到去洛陽迎接獻帝的路上，仍是報國情懷和興復漢室的夢想大於野心。只是當飢腸轆轆的漢獻帝捧起他送到嘴邊的肉湯，狼吞虎咽的時候，曹操忽然發現，原來高高在上的天子跟他一樣，餓了會難受，髒了會發臭，害怕的時候也同樣會顫抖，跟普通人其實沒什麼不同。也許就是那一剎那，曹操的心態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。本期就到這裡，下一期我們說黃巾軍。謝謝大家觀看，再見。